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这几年曼德拉效应这个词常常出现在灵异圈子或者神秘学的领域，确实有很多属于集体的记忆被莫名篡改，背后的原因和真相也无人能够解释。很多普遍的案例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。我们今天讲一篇比较个人化的曼德拉效应体验，接下来大家就跟随故事的主人公进入那个灰暗的世界。那是在差不多20年前，我在成都求学时，宿舍里有个姓名叫林小云的女孩子和我最要好，我们同班同学，形影不离，彼此之间有如亲生姐妹。记得是2003年3月的一个华美鲜明的黄昏，小云接了一个电话，整个人便呆住了，愁云恼雨的眼神凝视着窗外。我询问她怎么了，她突然抱住我哭成一团。小芳，我爸走了。我吓得浑身发抖。小云哭着说，我爸本来就有心脏病，我叔叔刚打电话来说，我爸正在家里睡觉呢。忽然就，这还用说吗？赶紧请假回家啊！我匆匆收拾了一下，拉着已哭得闷不吭声的小云，去跟导师请了假，打了一辆计程车直奔火车站。小云的家在一个叫白水的四川小镇上的村庄，距离成都有8小时火车的行程。我们买好票，上了那投射着黄昏色调的火车，窗外渐渐掠过跟平原不同的四川风光，连绵的川西高原，清澈见底的溪流，青山翠林，桃花与梨花争相绽放。可当时的我心事重重，旁边的小云更是心如死灰，哪有心思欣赏这春日美景。下了火车，小云告诉我还要走大约30分钟的山路。那时天色已暮，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忽然转眼就阴沉起来，天际涌来乌黑的积云，似乎一场暴风雨即将降临。我们加快了步伐，大约4点钟的时候，小云一指前方，到了。眼前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村庄，我已听到妩媚优美的丧乐曲调，哀婉动人的哭声绕在耳边。小云已经跟随他大哥换了校服，去看父亲安放在关中的遗体了。我思索再三，要陪小云过去吗？可是他的身边已围满了亲戚朋友，还是算了。当晚，预想中的暴风雨没有来临，却是一个无星无月只有风的黑夜。小云他们在灵堂守夜，我睡在小云家的偏房里，窗户被风吹得哗啦作响，哀伤的哭声顺着风传来，再加上毕竟有人永远离开，黑漆漆的空气里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，心里一阵一阵的害怕，冷汗淋漓。后来怎么睡着的，全都忘了。第二天小云叫醒我，让我还是先回学校，他还要在家待好几天处理父亲的后事。他的叔叔和大哥也连连道谢，歉疚地说没有好好招待我。我也知道待在这里许多不便，便安慰了小云一番，坐火车返回成都。2周后，小云也回到了学校，她的脸色依然苍白，眼神中透着怅然。我更频繁地带她去逛街，去附近的景点玩，希望她能从父亲离世的阴影里渐渐走出来。这件事很快被我淡忘了，直到3年过去，2006年的3月某一日，那天小云又有点不对劲，趴在桌子上憔悴不堪。我看她的状态不太对，突然想起3年前的这几天应该是她父亲去世的忌日，所以我走过去问，是不是想你爸爸了？放心吧，他在天堂一定过得很快乐。小云突然像发疯了一般跳起来，谁的爸爸在天堂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爸好好的，你怎么咒他死？天啊，我以为自己听力出了问题。小云，你说你爸爸没去世吗？小云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我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我不过失恋了，心里有点难受，你竟然咒我爸爸。这事有点不对劲，小云的父亲不是在3年前就去世了吗？那天
我不是还和他一起坐火车去了他家吗？灵堂上不是挂着他爸爸的遗像吗？小云，你再仔细想想，3年前的10月，你跟我说你爸爸去世了，咱们跟导师请了假，坐火车一起去你家了，我还给你爸上香了，还在你家住了1晚啊！我要疯了，不是小云失忆了，就是我记忆错乱了，到底是谁出了问题？小云用不敢置信的眼神看着我，小芳，你是不是精神？她顿了一顿，没有说下去，掏出手机，颤着手打开一张照片叫我看。你看，这是今年过年我们拍的全家福，我爸就在我旁边。照片上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男人，5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眼角有泪痕，笑得有些无奈。这不是跟我见过的小云父亲的遗像一模一样吗？而小云站在父亲旁边，身上穿着今年寒假前他才买的新外套。我的后背突然肆掠过一阵阴风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后来，我跟小云描述了那天所发生的一切，包括他们那个小村的风貌，他家园子的布局，偏房的陈设。小云不住地点头，说那就是他们家。可是小云说，她从来没跟我一起去向导师请过假，也没跟我一起回过老家。在3年前的3月，她确实独自回过一趟白水，只是因为父亲生日了而已。舍友小丽突然插嘴，对呀，小云那次确实是一个人回的，我记得的。小芳那天说是旅行去了，还是我帮小云把东西拎下楼的。这个世界错乱了，当时的导师去年已经退休，我真的很想问一问他，明明那天我是拉着小云一起去请假的啊。后来小云就和我渐渐疏远了，闲暇时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3年前那个阴沉沉的春日，每每就把自己想出一身冷汗。也许真是自己得了梦游症，或者精神病吗？直到毕业大家都已离校，我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突然一张纸片跌落在地，我拾起来，顿时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那是一张2003年3月23日下午2点，成都开往白水的火车票。我到底是在回忆中迷失了方向，还是这个世界曾经偏离了轨道，又默默修正回来，却忘了修正我的记忆？我似乎永远也找不到答案。我只知道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怕黑，不是怕黑暗，而是怕记忆中的黑洞，以及黑洞背后的真相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如果你对曼德拉效应感兴趣，你可以查看一些相关的资料和例子。曼德拉效应是一种真实存在的集体错误记忆现象，指的是大量人群对某一事件或事物的记忆与实际情况不符。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涉及不同的平行宇宙，而有些人则认为这只是错误记忆或虚假新闻的结果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神秘的现象，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。谢谢大家收看收听，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